楚风立于半空之中，可实际上他并未移动分毫。先前他是站在大地之上的，只是他先前所站立之土地早已被摧毁殆尽，不只是他脚下，一眼望去，周围的大地尽是不见，下方极远的地方才能看到物体。火红的岩浆滚滚翻腾，如洪水猛兽，咆哮怒吼，早已汇成汪洋。这一切皆是那雷霆所为。雷霆粉碎了大地，直达地底深处。实际上若继续下去，这些岩浆都将被摧毁，而图腾龙族众人皆漂浮在楚风周围。他们虽摆脱了龙须的束缚，可却皆是负伤，不仅负伤，更是全部陷入昏迷。看着这一幕，楚风心有余悸，好险！他清楚，只差一点，这些人全因他而死。楚风本以为凭借手之梦魇的观察，楚风已经足够了解他父亲留给他的武力大阵，就算不能随心所欲的掌控，可至少能保证那武力大阵不会伤害到他不想伤害之人。可那武力大阵太过狂暴，被释放那一刻，宛如神兽脱困，欲要毁灭一切，而那毁天灭地的力量是真的能够毁灭一切。继续下去，不仅这方世界被毁，无数生灵也将被殃及，就连楚风的朋友也要死。哪怕在楚风周围，本在楚风能够保护范围内的图腾龙族之人也全都要死。无奈之下，楚风只能将那武力阵法散去，停止这一切。楚风有些失落，他父亲的武力大阵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用在这里着实浪费了。可看着龙成宇、龙木西等人，楚风却又觉得值了。你干嘛？忽然，楚风目光大变，他体内已淬炼完毕的龙髓被一股力量吞噬了，是吞天麒麟。小疯子，你吼什么？这玩意本来不就是给本大爷准备的吗？吞天麒麟发出了无赖般的笑声，且可能察觉到了楚风生气，不由转移话题。小疯子，刚刚那是守护阵法吧？竟然是武力大阵，并且强大至此，你小子来历不简单啊！难怪本大爷能被你得到。你小子别扮猪吃老虎了，不妨坦白一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你身后是何背景？但楚风却不吃他这一套，而是立刻说道：你少在这里跟我转移话题，我好不容易破坏将那祖龙秘法的束缚破除，这龙髓乃是我做主之物，你要吞噬，好歹和我打一声招呼。你这样算怎么回事？楚风的确生气，因为这龙髓并非无主之物，可能是祖龙所剩不多的宝物了。尽管不是特别了解，可他却也能想象祖龙对图腾龙族的意义，而他与图腾龙族的关系，确实心里有些过不去。行，是本大爷不对，下次和你打招呼，但是本大爷都已吞掉了，你现在就算把本大爷杀了，那龙髓也取不出来了，你就找个理由骗骗你的朋友们吧，待得本大爷将龙髓炼化，就能给你提升的修为。你小子提升良品，应该没有问题。吞天麒麟说道。楚风很是无奈，事已至此，确实也没有办法了。可忽然，楚风内心一颤，他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来自极远的地方传来，不是这个世界，而是遥远的天外。那声音似是轰鸣，似是吼叫，只是一声，但却震撼人心。那是什么？楚风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与此同时，龙鳞、啸天道人、兽影界灵师、太史心中、白云清这方世界的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个声音，同时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个声音不只是这方世界的人听到，甚至不止这方天河的人听到了。七界天河、仙海天河、苍穹天河、神体天河、九魂天河、祖武天河、血脉天河的所有世界的人，无论修为高低，全都听到了那个声音。血脉天河，燃脉星域，燃脉凡剑。一座浮空战船内，七界府主负手而立，目光凝重地望着祖武天河的方向，那双眼明亮且深邃，本不属于他的结界之力与苍老的双眸之中盘旋。他不是简单的观望，而是在认真观察，哪怕相隔遥远距离，他也能窥探到祖武天河。只是从他那迷茫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似乎未能找到他想寻找之物。同样是血脉天河的燃脉凡界，一座精致的移动宫殿内，一男一女同样望着祖武天河的方向。女子身穿白色长袍，颜色很素，可造型华丽。别看女子已过中年，可却风韵犹存，气质更是超凡。而那名男子同样身穿白色长袍，相比女子的服饰，他的长袍更加简约。男子同样年过中年，可却依旧俊朗，脸上些许胡须，阳刚气息十足，而那双眼眸更是自带霸气。那中年女子乃是仙海少羽以及仙海鱼儿的母亲。至于这名中年男子，自然便是仙海少羽以及仙海鱼儿的父亲，也是当今仙海鱼族族长，浩瀚修武界最顶峰的强者之一。相公，可有看到什么？小鱼儿母亲问。其实他刚刚也在观察，但他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看不到。仙海鱼族族长摇了摇头，我也看不到，可那声音应该不会出错。小鱼儿母亲说话间看向远处，远处天上地下皆是人影，那是真正的人山人海，那是来自浩瀚修武界各方天河的强者。可眼下所有人都在观望同一个方向，显然那道声音不止他们听到了，所有人都听到了。祖武天河本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尽管现在落魄，可毕竟曾经是统治浩瀚修武界的最强天河。尽管那些庞然大物早已不在了，但当初他们掌握着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资源，谁能确保没有某位怪物可活到今日？仙海鱼族族长道，相公的意思是某位闭关的存在如出世了？小鱼儿母亲问。不确定，只是有这种可能。神之时代，连远古生物都在蠢蠢欲动，何况当代武者？仙海鱼族族长道。神之时代的降临似乎未必是好事。小鱼儿母亲有些担忧。放心，有我在，仙海鱼族不会有事。仙海鱼族族长说道。小鱼儿母亲微微点头，可眼中的不安仍然存在。他可不是弱者，正因他的实力足够强大，所以那道声音才让他心神不宁。外人看来，他们是浩瀚修武界的掌控者，可他们自己清楚，他们从始至终都未能掌控一切，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是他们无法踏足的。还是血脉天河，
燃麦凡界，一艘简陋的小船漂浮在燃麦凡界之外，星空之中，张英雄站在船头，手握一面散发古老气息的铜镜，铜镜符咒闪烁，而他正通过铜镜观察着祖武天河的方向。很快，他掀开船舱的帘子，他的师尊就盘坐在船舱之内。他的这位师尊自然也听到了刚刚那道声音，只是相比于其他人，他的师尊却始终闭目养神，没有观察。师尊，祖武天河发生什么了？我看不到，您老看一眼呗。张英雄说道。别那么好奇，反正都要离开了，你的战场不是这里，而是太古神域。其师尊道。好吧，只是楚风他还能来吗？张英雄道。当日看到异象后，他师尊便带着他前往了七界圣府，只是抵达之时，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未能见到楚风。会来的，齐师尊道。师尊，这么说，楚风兄弟他真的还活着？张英雄面露喜色，对于他师尊的话，他深信不疑，而他师尊这个语气，就说明楚风定然还活着了。那他之前怎么不回应天榜的邀请啊？张英雄又问。对此，齐师尊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仍是血脉天河，燃麦凡界之外的星空中，一名身被斧头的男子立于虚空之上，他也观望着祖武天河的方向，但相比于其他人，他的眼神并不迷茫，似乎已发现了些什么。图腾天河，祖龙境地内，苍老无比的龙鳞已是御空而起。就在刚刚，楚风留下的阵法被他稳定住了，他倒是不用继续输入血脉之力，所以他也在用他的手段观望祖武天河。相比于其他人，刚刚那道声音让他格外恐慌。龙鳞，可忽然一道虚弱的声音自下方响起，让他的身躯剧烈一颤，他双眼睁大，表情僵硬，竟宛如石化般愣在了原地。因为刚刚的声音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遥远，他不确定是不是幻听。龙鳞，是你吗？直到那声音再度响起，龙鳞才猛然低头向下观望，发现身是龙雪醒了。雪儿，见状，龙鳞赶忙飞落而下，只是转眼间，他那苍老的眼眸便已然泛红。这么久了，龙雪终于醒了。你怎么老了这么多？我睡了很久吗？看到龙鳞此时模样，龙雪既心疼又迷茫。雪儿，我本来也不年轻了，这样不是挺好？龙鳞笑着抓住了龙雪的手，狂喜之余，他第一时间也是开始为龙雪查探病情，发现龙雪的病情虽然并未根治，可状态比之先前的确好了数倍不止。龙雪能够苏醒并非偶然，正是因为她的病情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才醒。可很快，龙鳞表情僵住了，他发现龙雪的病情之所以能够得到缓解，是因为龙雪体内一物压制住了龙雪的病情，那是一道阵法，就藏于龙雪体内，是楚风留下的阵法。猛然间，龙鳞似乎明白了一切，原来楚风没有骗他，那阵法真的能为龙雪治病。楚风小友，龙鳞表情僵硬，可眼中却是无比惭愧。此时，楚风已是身处于传送隧道之内，他乘坐着一艘能够在传送隧道更快速度的战船，而图腾龙族的众人也都在这战船之上，并且被疗伤阵法覆盖着。楚风是要去找白云清，发生了之前的事，这方世界注定难以安宁，他必须尽快找到白云清，带着白云清离开这方世界。楚风小友，听到这个声音，楚风便立刻转身将图腾龙族族长搀扶了起来。前辈，您醒了，感觉如何？楚风小友，我没事，倒是此次多亏楚风小友你了，若不是你，我图腾龙族怕是要完了。图腾龙族族长看了一眼周围，他们虽在传送隧道内，可他们所有族人都在一座疗伤阵法之内，但楚风对他们的帮助可远不止这些，若不是楚风，他们都已经死了。前辈，晚辈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想若是我出事，程宇兄他们也会一样。楚风说道。图腾龙族族长笑了笑，他对自己的儿子倒是了解，龙成宇虽不像楚风这般谦逊，但的确也很重义气，只是能被龙成宇认可的人太少罢了。旋即说道。楚风小友，有一件事我实在好奇，小友莫要介意，前辈有话尽管问。楚风说道。你到底是何来历？图腾龙族族长问。那雷霆之力他也是亲眼见到了，就算修为被束缚，可他却也能分辨得出那雷霆有多恐怖。楚风本就是天雷血脉，又用那样的守护阵法，足以说明楚风身后人撑腰，而此人必然极为利奥的。我的家族是祖武天河的一个普通天族，至于那守护阵法是我父亲留下的。楚风并未隐瞒，毕竟他的身份现在浩瀚修武界都已经知晓了，面对图腾龙族族长自然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你的父亲？得知竟是楚风父亲部下的，图腾龙族族长脸色不由微微变化，旋即赶忙问道。不知楚风小友父亲尊姓大名？堂堂图腾龙族族长，真神巅峰的存在。在问此话的时候，竟面露恭敬。那样的阵法若是来自于楚风父亲，那他判断楚风父亲的修为绝对超过真神境，已是踏入天神境。可是当今浩瀚修武界，除了七界圣府可能有天龙界灵师坐镇外，明面上根本没有天神境。不只是他，各方天河霸主也都没有达到天神境。我父亲叫楚轩辕。楚风如实道。楚轩辕，图腾龙族族长努力在脑海搜索这个名字，但却并未搜索到。看来楚风小友的父亲很是低调啊。图腾龙族族长夸赞道。我父亲确实蛮低调的。楚风知道他父亲用的是假名，所以也算低调。但很快楚风想到一件事，于是问道。前辈，你可见过七界圣府的天龙界灵师？通过先前的阵法，楚风也意识到自己的父亲非常强，多半已是踏入天神境，不然怎么可能布置出那样强大的阵法？可哪怕他父亲已是如此强大，都未能救出其母亲，说明七界圣府定然有更强大的存在。而图腾龙族族长毕竟见多识广，也许有所耳闻，现在楚风对他们有救命之恩，也许一些不方便透露的秘密，图腾龙族族长会说，我倒是没有见过。
不过七界圣府很有可能是有天龙界灵师镇守的，并且多半不是寻常的天龙界灵师。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前辈，此话怎讲？”楚风问：“我的爷爷虽是修武者，但却偏爱结界之术，尤其是当他得到一件秘宝之后，观察力非常强大。闲来无事，便待在七界圣府之外，用秘宝观察七界圣府，想要看看能否窥探到一些七界圣府不外传的结界秘法。尽管收获颇小，但总归也有一些收获，因此这更加强了对于此事的执着。而有一日，他观察到七界圣府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一名手持一把雷霆神兵的男子。此人见人就杀，分明为屠府而来。虽说距离太远，听不到对话，可从那位的口型，我爷爷能判断出他所说的话语。那位自称叫做皇府上庭，原本隐士修炼，可七界圣府的人却挖开了他闭关之地，闯其领得者都已被他斩杀，但他怒火难消，于是便来到七界圣府，是要将七界圣府灭掉。关键是那位叫做皇府上庭的男子乃是天神境。图腾龙族族长道：“后来呢？”楚风问。后来那男子杀入了七界圣府深处，我爷爷便也看不到了，但能够确定的是，此事没有任何动静，外人并不知晓。至于七界圣府，也一直延续至今。图腾龙族族长道：“也就是说，那位死了，七界圣府内的确有着可以抹杀天神境的力量，或是强者。”楚风问：“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七界圣府太过强大，所以这件事我爷爷也未敢声张。若传出去，七界圣府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七界圣府的确不止表面那么简单，而实际上七界圣府深不可测，这也是公认的事。不然为何各方势力都不敢招惹七界圣府？”图腾龙族族长道：“那个叫做皇府上庭的，他这样消失，没人追究吗？”楚风又问：“能够踏入天神境，必然不是寻常的存在，按理来说也应该声名赫赫。那个皇府上庭之前从未听闻过，应该得到了某处机缘后，便一直闭关修炼吧。按理来说，他应当名扬浩瀚修武界，只是刚出世就去大闹七界圣府，最终落了这么个下场。”图腾龙族族长道：“多谢前辈告知。”听到这里，楚风也明白了为何其父亲如此强大，但却未能将其母亲救出。七界圣府之内果然还有着更为强大的存在或力量。现在想想，自己上次能从七界圣府逃出来，反而有些侥幸了。楚风小友为何询问此事？图腾龙族族长问：“想了解一下七界圣府的实力，毕竟我与七界圣府迟早要有一战。”楚风道：“你与七界圣府？”图腾龙族族长神色不由变化。楚风从族长的反应便发现，他应该还不知道楚风与七界圣府的恩怨，不过这也正常。楚风大闹七界圣府的时候，应该正是图腾龙族正发生叛乱之时，后面图腾龙族族长他们战败，便也被关押起来，消息封闭，自然不知道楚风的事情。旋即，楚风将界染青是自己母亲，以及七界圣府很排斥他与他父亲的事情，都告知了图腾龙族族长。所以当日那王之血脉与九色神雷双重异象，乃楚风小友所引起。图腾龙族族长得知经过也是十分惊讶，虽然当时他的确已经被关押起来，可他却也见到了七界天河的血脉异象。是。楚风点头，界天染那老东西真是瞎了眼，这么优秀的外孙居然不认。图腾龙族族长先怒骂一声，旋即看向楚风：“楚风小友，你母亲界染青虽说的确优秀到堪称逆天，但你的父亲也绝对配得上你的母亲。他七界圣府哪有一个人能与你父亲相比？就算那界木白也是远远不及。界天染一定会后悔的。”图腾龙族族长说道：“我不在乎他后不后悔，但只要他敢让我母亲过得不好，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楚风说道。图腾龙族族长没有接话，但他知道楚风不是在吹牛。楚风的天赋他早已毋庸置疑，再加上拥有那等血脉，楚风甚至可以被称为当今浩瀚修武界天赋最强之辈，再加上那可怕的阵法力量，说明楚风并非孤军奋战，身后也是有强大靠山的。他觉得哪怕强大的七界圣府惹上楚风，多半也是摊上了一件大事。可是他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面露惭愧的说道：“楚风小友，我先前告诉你的事还请保密，目前我图腾龙族真的不能得罪七界圣府。前辈，我会保密的。”楚风道：“楚风小友，实在抱歉，若是自己，我不怕七界圣府，可毕竟我们身后还有一家族的族人，身为族长，我必须考虑这些。”图腾龙族族长非常惭愧，毕竟楚风刚刚救了他们，可他却在得知楚风与七界圣府的恩怨后，这个反应。前辈，我能理解，其实有一件事，晚辈有些难以启齿。楚风道。图腾龙族族长面露不解，晚辈之前因缘际会下得到了一只特殊的兽类，这只兽类拥有一些特别的能力，当那秘法解除后，他便直接将我体内的龙髓吞噬了，并且无法取出。楚风说道：“什么兽类竟能吞噬祖龙大人的龙髓？”得知此事，图腾龙族族长倒没有生气，反而更多的是惊奇。就在这，快出来向族长道歉。楚风本想将吞天麒麟化作的徽章取下，可却根本取不下来。他算什么东西，让本大爷向他道歉？小疯子，本大爷可以向你道歉，毕竟的确没经过你的音乐，但他不配吗？他算什么东西？这句话可不是暗中传音，图腾龙族族长也听得到。无理。楚风有些不悦，说话间直接动用武力，可仍旧奈何不得吞天麒麟。图腾龙族族长虽然很是尴尬，但还是赶忙劝道：“楚风小友，不要动怒，不管这是什么存在，但吞噬了祖龙大人的龙髓，却又安然无恙，必然是非凡之辈。他不愿向我道歉，也是能够理解。”图腾龙族族长道：“不错，你这家伙还有点眼力。这样吧，有朝一日，本大爷会给你一些补偿的。”吞天麒麟道。对于此话，图腾龙族族长笑了笑，他毕竟是一族族长，天河霸主，之所以不生气，并非是知道吞天麒麟不凡，更多的是给楚风面子。至于补偿，他更是不在意，所以他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若不是你，我图腾龙族恐怕注定衰败。那龙髓，
固然特别，可就算不被你养的这个存在吞掉，也会被龙鳞用掉。那我情愿被你养的这个存在吞掉。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前辈，真是大人有大量，不像我养的这头猪，很没素质。楚风说道。猪？图腾龙族族长先是意外，可仔细观察那徽章，可不就是头猪吗？对了，前辈，你知道龙血吗？楚风询问起关于龙血的事，而后经过图腾龙族族长所述，龙血当年的确是一个天才，后面也的确因为生病而影响了前程。提及龙血，图腾龙族族长也是深感惋惜。但是龙鳞，直到此次叛乱之前，他都没有听说过，根本不知道图腾龙族还有这么一个人。是叛乱发生时才知道图腾龙族还隐藏着这样一个人物的。由此可以看出，龙鳞虽然想要楚风的命，可关于龙血的事情倒是没有说谎。而后图腾龙族族长也是询问起楚风，他与龙鳞是怎么见面的。楚风也没有隐瞒，将他与龙鳞的渊源告知了图腾龙族族长。这龙鳞真是狼心狗肺，楚风小友如此待他，他却利用你。楚风小友，你放心，这龙鳞我定会除掉。图腾龙族族长以保证的口吻说道。前辈，你接下来有何打算？他能感觉到图腾龙族族长现在很虚弱，不仅仅是身体虚弱这么简单，他的修为好像也受损了。与你，我就实话实说了，当日一战，我被偷袭，本就负伤颇重，修为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而先前被祖龙秘法束缚，我强行破除秘法，虽杀了那9个叛徒，但也导致被秘法反噬，伤势更重。我与族内长老都需要疗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修为。虽说此次战败有些丢脸，但当日倒也是成功掩护了我族大量族人撤退，我族根基尚在，总有一日我会杀了那龙鳞。太史心中以及所有叛徒，也包括苍穹仙宗。此时图腾龙族族长眼中虽怒火翻腾，但却并不暴躁，反而已有了他的计划。就在此时，又有多道声音传来，并且这一次图腾龙族多位醒来，但无一例外，当他们醒来看到楚风那一刻，眼神之中都多出了一抹尊重。不只是救命之恩，那雷霆阵法的力量也是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都知道楚风可不是一个只有天赋的天才，他也有强大的背景。同一世界内路程较短，倒也没用太久时间，楚风等人便从传送阵内走出，且先独自一人来到了白云清所在的地方。楚风大哥！见到楚风，白云清赶忙迎了上来，激动不已。之前那抹杀一切的气息，他也感觉到了。因本就担心楚风，所以他下意识的便将那危机与楚风和图腾龙族联系到了一起，甚至他觉得楚风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因此如今再见到楚风才会如此激动。抱歉了兄弟，让你久等了，不过好在还算顺利。楚风说话间便将太史星珠儿子从乾坤袋内甩了出来。楚风大哥，你竟真的……虽然早知楚风有本事，可白云清看到太史心中的儿子，仍是感到惊讶。毕竟这个家伙本该受到严密保护才是。最关键的是，太史星珠儿子被抓过来，他的修为就真的有救了。白云清，竟真的是你！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我父亲供你养你，你竟敢如此待我！太史心中儿子见到楚风虽然恐惧，可当他看到白云清，顿时咬牙切齿，尽显凶狠。可能是欺凌白云清已成习惯，哪怕身处如此局面，看到白云清的第一反应仍是难掩凶狠，因为在他眼里，白云清连人都算不上，就只是一个帮他续命的药罐子罢了。然而他话刚说完，楚风一脚踢在了他的脸上，不仅将他踢到了墙角，更是把他的脸踢变形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断喷血。你爹也要死，只是你先他一步。楚风说话间对着此人一指，一道阵法浮现，笼罩在了他的身上。随后法诀变化，又有一座磅礴大阵浮现。可当楚风手掌握紧，那磅礴的大阵立刻缩小，化作一把阵法匕首。他将匕首递给白云清，亲自将你的血脉挖出来。楚风这双重阵法已经锁定了此人血脉，能保证白云清去挖不会损坏。而白云清接过匕首，走到太史星珠儿子面前，直接将阵法匕首插入了他的身体。他的眼中没有了以往的忌惮，有的唯有憎恨。看着这样面目狰狞的白云清，太史星珠儿子甚至忘记了身上传来的痛苦，他感觉难以置信。这样的白云清他从未见过，这哪里还是那个印象中懦弱胆小任由他打骂的白云清吗？可他却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的血脉已被白云清挖了出来。白兄，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楚风已经在布置融合阵法，而白云清也是尽力配合。很快血脉之力便重新入体，与其相融，失去的血脉重新回到体内。白云清的状态也是好了很多，至少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将死之人了，只是修为未能恢复到自己之前的状态。想要恢复修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白云清对此已是十分满意。毕竟若不是楚风，他已是必死之人。楚风大哥，是兄弟的话就什么都别说。白云清本想道谢，可楚风却立刻开口。见状，白云清也不再多言，只是咧开大嘴灿烂一笑。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发出内心露出的笑容。本以为身陷深渊已永无翻身之日，谁曾想又遇到光明将他拉出深渊。楚风就是这道光明。之后楚风带着白云清与图腾龙族族长等人会合，得知白云清的遭遇后，图腾龙族族长立刻提议带着白云清一同前往他图腾龙族族人所避难的圣地疗伤。按照图腾龙族族长所说，那处圣地从某些方面来说比祖龙禁地还要强，那是一个原本只有图腾龙族族长才知道的地方，连太上长老都不知道，只能族长传位之时告诉新的族长，因为此地就是图腾龙族初代族长为了以防出现意外为图腾龙族族人准备的避难之地，所以龙鳞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地方，那里非常的安全。楚风小友，你有何打算？图腾龙族族长问。本来他想邀请楚风同行，可想了一下，楚风也许还有自己的安排。我想去血脉天河的燃脉凡剑。楚风说道。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龙成宇更是直接问道。
楚风，你想去参加9天之巅？楚风点头，可算一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图腾龙足足长道，我有办法，应该来得及。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龙成宇顿时双眼放光。至于其他人，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质疑。换做其他人说这话，他们会质疑，但楚风他们不敢质疑。那守护阵法的力量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让他们之中所有人都不敢再小看楚风。楚风，带我一个。龙成宇表态。我也去。龙木西也是说道。楚风看向图腾龙足长，是在等这位族长应允。我陪你们同行。图腾龙足长道。可此话说完，便剧烈喘咳起来。父亲，你还是尽快去圣地休养吧，我们可以的。龙成宇道。紧接着，其他长老也劝阻图腾龙族长先去圣地疗伤，并且表示他们可以保护龙成宇他们。可龙成宇与龙木西却表示不用任何人保护，只需楚风他们3人去即可，因为他们这些人中，除了小辈们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的负了伤，实力越强的，伤势越重，都需要尽快去圣地调养。你们2个不用保护的话，就是给楚风小友添麻烦的。图腾龙足长道。添麻烦就添麻烦呗，楚风不怕麻烦，对吧？楚风。龙成宇笑嘻嘻的看着楚风，怎么会不怕麻烦？楚风此话一出，龙成宇顿时脸色一僵，可楚风却立刻道：但你们俩怎么会是麻烦呢？哈哈，那是呗，我好歹是龙成宇啊。龙成宇的脸上再度露出笑容。见状，图腾龙族族长也是笑着摇了摇头，旋即对楚风说道：那就要麻烦楚风小友了。族长此话一出，龙成宇激动的挥拳庆祝，就连龙木西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高兴。他们明白，他们的父亲算是答应了。楚风大哥，若不是有伤，我也想9天之巅见见世面，可现在的状况，我就不做你们的拖油瓶了。白云清道。他说的是实话，他真的想去，可也真的不想做楚风的拖油瓶，好好养伤，修为恢复以后，我们一同纵横这浩瀚修武界。楚风说道。一定，我一定会努力修炼，带着楚风大哥再去7届圣府，就带上我，我与你一起会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白云清说道。他虽然遭遇师尊背叛，可并没有被关押起来，所以楚风的事情他是听闻了的，但龙成宇和龙木西则是不知。于是这对姐弟几乎同时问道：7届圣府怎么回事？他们都听出了不对劲，楚风与7届圣府应该发生了什么？咱们先动身，回头再与你们讲。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这是我图腾龙族圣的所在的位置，你有时间的时候务必来找我们，我图腾龙族必须好好感谢你。图腾龙族族长将一块特殊的令牌递给了楚风，并且递给楚风的同时，他捏动了法诀。这令牌需要认主，但认主需要图腾龙族族长催动才行，所以他才捏动法诀。见状，楚风也不怠慢，因为这是图腾龙族族长对他的信任。况且楚风现在没了父亲留给他的守护阵，神路又没恢复，如今又与7届圣府摊牌了，也许有朝一日需要避难的话，这里会是一个好去处。于是楚风也是握住令牌的另一端，将自己的气息投射到令牌之中，进行认主。认主之后，那令牌化作一道流光，直接进入了楚风的掌心，化作一道图案，印在掌心之上。这令牌不仅是一把入门钥匙，更是告知了楚风那圣地所在的位置。可也正因为知道那圣地所在位置后，楚风才感到有些意外。图腾天河、真龙星域、灵兽上界。图腾天河很大，可灵兽上界楚风恰好去过。楚风上次去是去猎杀司徒界灵门的小辈们。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楚风当时要对付司徒界灵门，宋雨薇前辈怕成为楚风累赘，便准备带着岳灵一同跟随一苦老僧前往灵兽上界金龙山脉的一处远古秘的避难。而那处远古秘的可不简单，楚风无意间发现，在那里还隐居着一名神秘女子。那名女子不仅自身强大到难以估量，还拥有多种强大的宝物，并且他还说他的师尊认识秦九，由此可见其师尊多半是远古存在，不然怎么可能认识秦九呢？而恰巧图腾龙族如今避难的圣地就在那远古秘的附近，是巧合吗？多半不是。但此事楚风并未声张，楚风不想让图腾龙族知道关于那名神秘女子的事，于是楚风等人兵分2路，白云清跟随图腾龙族族长等人前往图腾龙族位于灵兽上界的圣地，而楚风则是与龙成与龙木西再度进入了传送阵。在传送的途中，楚风告知了龙成与龙木西他与7届圣府的恩怨。哇擦，你竟是界染青前辈的儿子，难怪，所以那一响是你引起的呀？我的楚风兄弟也太牛了吧，难怪我不如你，难怪我不如你。哈哈哈！得知楚风是界染青的儿子后，龙成宇却是狂喜，因为在他看来，楚风这样的身份，他不如楚风，反倒是情理之中了。相比于龙成宇，龙木西更在乎的却是楚风与7届圣府的恩怨。楚风，哪怕你引起了那样的异响，7届圣府也还是不认你，反而要追杀你。龙木西问：7届圣府怎会将我放在眼里？楚风不由一笑，这7届圣府真是狂妄自大，他们凭什么？楚风兄弟，你别怕，还有我们呢，回头我们与你一同杀上7届圣府，让那些不承认你的人跪在你面前哭着求你原谅。龙成宇道：我不在乎他们如何看我，我只想让我母亲恢复自由，他们若没有善待我母亲，跪着哭都没用。楚风说道：那是自然，若他们敢待界染青大人不好，我龙成宇都不答应。龙成宇道：你别在这里耍嘴皮子了，等你有那个本事再说，现在咱们自己的家都没了，你说这些干嘛？龙木西瞥了龙成宇一眼，姐，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父亲安然无恙，咱们也安然无恙，夺回图腾天河是迟早的事，等咱们稳定了图腾天河，再收拾了苍穹仙宗，当然可以帮楚风兄弟对付7届圣府。龙成宇倒是想得开，并没有因为图腾龙族的变故而低沉，反倒是龙木西心事重重的样子。别看他之前离开图腾龙族，但实际上还是很在意家族的。对了，楚风兄弟，不是说去血脉天河吗？怎么我看你传送的地方还是这方世界啊？龙成宇问。待会你就知道了。对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楚风说道。什么事？龙成宇问。我之前帮龙鳞淬炼龙髓，龙鳞为了感谢我，给了我一本你图腾龙族的神境武技，我不知是否方便使用。楚风虽然修炼了那本神境武技，可还是想征询一下图腾龙族的看法。若是他们不同意，那楚风就当没修炼过。楚风兄弟，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我图腾龙族的武技你当然可以用，要不是我族宝物都已经提前转移，我想我父亲也会直接传授你的，你放心的用吧。我了解我父亲，他不会怪你，我们图腾龙族也不敢有人怪你。龙成宇道。若是这样，那我可真的用了。楚风说道。用，大胆用。对了，是什么武技啊？龙成宇好奇的问道。神境龙息。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龙成宇立刻怒骂一声，龙鳞那狗比真他娘的不是人，我擦他奶奶的。怎么了？楚风问。是一段神境龙息吗？龙木西问。对。楚风点头。这本武技乃是我图腾龙族一位先辈所创，可是至今为止就没见人成功施展过，所以这本神境武技其实是凑数的。那龙鳞给你这本神境武技，他根本就不是诚心想让你修炼。龙木西道。太狗了，这该死的龙鳞心眼坏得很，若有机会我非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看看他到底是龙族的心还是狗的心，怎么这么狼心狗肺。龙成宇再度怒骂道。难怪我发挥不出这武技的威力。楚风说道。正常，谁修炼都发不出来威力。可话到此处，龙成宇神色变化。所以你修炼成功了？你不是三品半神吗？楚风没有说话，直接运转神境龙息，旋即转身，嘴巴张开，便有一道金光自其口中喷出，那威势刚猛无比，可实际的威力却是9段尊境都是不如。我去，你居然真的掌握了！妖孽就是妖孽，这样看来，其他一段神境你也完全能掌握呀。只是可惜现在没有神境武技在身上。龙成宇倍感遗憾，因为已经确定楚风掌握了这神境武技，神境龙息威力不行，是那武技本身的缺陷，与楚风没有关系。楚风兄弟，9天之巅结束，跟我们一同去族内圣地，我让我父亲传授几本神境武技给你。龙成宇说道。行。楚风倒也没有拒绝，他现在的确需要神境武技，不止神境武技，神兵他也没有。很快，楚风3人从传送阵内走出，且向不远处一座普通的山脉飞掠而去。身在9天密地内，可以向除了太古神域外的其他天河直接传送。身在9天密地外，同样也有诸多类似苍穹仙宗境地内的特殊传送门，这传送门遍布各个天河的各方世界。楚风在主宰石碑留名后，就感应到了那些与9天密的相连的传送门位置，刚好这方世界就有一道直通9天密的传送门。这也是为何楚风确定时间来得及，算一算时间，想前往血脉天河。正常的远古传送阵的确来不及了，但9天密的传送阵便来得及。楚风带着龙成宇2人进入山脉后，又来到一座普通的山丘之下。楚风敲敲打打，是在找什么？龙成宇和龙木西虽然不解，但却也没有说话。直到楚风来到确定位置后，一只手放于岩壁之上，另一只手捏动催动法诀，随后光芒闪烁，那看似寻常的岩壁上便出现一道结界门。见此一幕，龙木西与龙成宇互看一眼，只是这结界门，他们就发现此地不简单，而进入其中，2人更是目露惊讶。岩洞内立着一道奇特的大门，我去，这门是宝物啊！龙成宇一眼看出此门不简单，而楚风法诀变化，此门立刻运转，下一刻3人便被吸入其中，来到了传送隧道之内。我的天啊，那门是传送阵吗？我们这是在传送隧道内。身在传送隧道内，龙成宇都张大了嘴巴，就连龙木西的美眸也是瞪得老大，四下观望，反复打量，因为这传送隧道的速度太快了，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速度。这样的传送速度，也许真的来得及。楚风兄弟，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啊？龙成宇问。多着呢。楚风开玩笑的说道。楚风兄弟，我实话实说，刚认识你的时候，虽说我看你对胃口，是真心实意想和你做朋友，但因为你来自祖武天河，我也会觉得你是没啥见识的土包子。现在我才发现，我才是没见识的那个土包子。9天密的乃阵法力量源泉，也是主阵所在。星门虽遍布各地，可只凭借星门也无法随意传送，需先入9天密的，再定最终目的。好在速度够快，只是短短1个时辰，楚风3人便进入9天密的主宰石碑所在之处。这是什么地方？龙成宇张着大嘴，四下观望，满眼好奇。龙木西同样美眸闪烁，眼中难掩惊色。这2位出自天河霸主级势力的少爷小姐，眼下却如土包子进城一般，满眼的新奇。尤其是那3块主宰石碑，对他们吸引力极大。反复观看，因为他们都能意识到那上面的名字很不简单，尤其第3块石碑上面只出现了楚风的名字，寓意非凡。而就在此时，楚风捏动法诀，顿时天地震荡，随后8座星门拔地而起。看到8道星门，2人更是目露惊叹。虽然没有名字，可他们却也能意识到8道星门似乎对应的乃是8道天河。楚风兄弟，你，龙成宇震惊的连话都说不好了。路上说，而楚风则是直接带着龙成宇和龙木西踏入了血脉天河的星门之中。他们刚走，神眸女子以及那只比划做的小女孩便也再度出现。这楚风怎么将外人带过来了？他都不保守9天密的秘密吗？小女孩用小手托着下巴，撇着小嘴，十分不解，同时语气之中也有着几分责怪之意。正常来说，这样的秘密没人会轻易告诉外人才是，这是他的自由。神眸女子道。相比于小女孩，她倒是没有丝毫责怪之意。路上，楚风告知了龙成宇和龙木西关于9天密的事，而龙成宇和龙木西对于9天密的早有耳闻，但却不知道9天密的乃是传送阵法。楚风兄弟，你真太了不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了。9天密的这么多年没人能破解的秘密，你都破解了，你是当今时代唯一一个做到的吧？太牛了，真的太牛了。
这神之时代就是为你准备的吧？龙成宇看楚风的眼神彻底变了，竟变得崇拜起来。侥幸罢了，不过此事还请保密。楚风说道，我不会对任何人说。龙木西说道，楚风兄弟，你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们，那是对我们姐弟俩的绝对信任了。你放心，打死我都不会说，我父亲我都不会说。龙成宇也是保证道，对于他们两个，楚风是信任的，不然也不会带着他们同行。对了，你们身上那能让我们隐藏的宝物，现在就用一个吧。楚风说道，虽说此行图腾龙族人因负伤，没有派人保护他们，可却也给了龙成宇、龙木西一些能隐藏身形的宝物，现在就用吗？龙成宇之所以要问，是因为他父亲给他们的隐藏宝物虽然给了多个，但却也都是有时效性的，他不想浪费，原本打算出了传送阵再用，毕竟如今他们要去的地方必然各方高手齐聚，而他们三人的身份都不方便现身，所以隐藏的自己的宝物至关重要。应该快到了，楚风的经验，从9天密的出发，1个时辰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么快？龙成宇虽然知道这9天密的传送阵厉害，但仍是难掩惊讶。但龙成宇取出了隐藏的宝物，这是一张刻有龙图案的符纸，催动之后不仅能隐藏他自己，楚风和龙木西也都可以被隐藏，并且这符纸的效果极佳，甚至比楚风自己的隐藏手段还要靠谱。果然，当三人做好伪装之后，没过多久便从传送阵内飞掠而出。他们走出的传送阵位置距离燃麦村还有些距离，可出来之后却到处都是人影。原本人迹罕见的燃麦村，因为9天之巅的举办，浩瀚修武界各方天河无数强者汇集于此，抬头观望，漫天的浮空战船、浮空战车以及浮空宫殿，至于人影更是漫天可见。但最吸引他们眼球的却是远处的天空，那里有着一座浮空阵法，算一算距离，那浮空阵法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燃麦村的上方。显然那阵法是与燃麦村有关，而阵法实际上就是一张榜单，榜单上不仅有10个人的名字，还有明确的排名。第1名皇甫圣宇，第2名皇甫江耀，第3名皇甫上扬，第4名皇甫上武，第5名皇甫樊逆，第6名仙海少羽，第7名凌霄，第8名宇文言日，第9名介宝宝，第10名秦书。此榜吸引楚风三人目光，而周围尽是人群，议论各种事件，虽也有人谈论楚风与7界圣府之事，或是图腾龙族叛乱之事，但总归对于9天之巅的讨论还是最多的，无需打探，只需听闻，也是很快知晓此榜为何物。此榜的确与9天之巅有关。9天之巅此次对所有小辈开放，除了被邀请且给予回应的那几位可以直达9天之巅外，其他人都需要入阵考核。这个榜单就是考核的成绩。这几个皇甫的是什么来头？居然连仙海少羽都在他们后面。龙成宇陷入沉思，且百思不得其解。仙海少羽的实力他是清楚的，仙海少羽有当代最强小辈之称，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各道天河只能有1个人被邀请，而仙海鱼儿天赋更高，仙海少羽被排除在外，情有可原的话，可这个榜单竟然有5个人排在了仙海少羽头上，则是让龙成宇实在想不通。尤其这5个人，仙海少羽听都没听过。皇甫只是巧合吗？可楚风则是不由想起了之前图腾龙族族长对他说起的那个人，当年大闹7界圣府的天神境强者，那个人刚好也是姓皇甫。介宝宝居然也来了。龙木西叹道，这介宝宝何方神圣？楚风问，曾经与凌霄齐名的天才，不过刚刚成名便闭关了，多年没有消息，有传闻他是后续实力跟不上，所以干脆不出现了。但看样子传闻不实，他能登上这个榜单，定然是还有实力，只是一直闭关罢了。龙木西道，我听说介宝宝原名介豹，只是他觉得介豹不好听，所以干脆用了小名，他小名就叫宝宝，所以就叫介宝宝了。龙成宇笑嘻嘻的道，哪来的小道消息？龙木西道，绝对可靠。龙成宇一脸自信，有打探这个的时间，不如用在修炼上。龙木西道，姐，修炼我也没有懈怠啊。龙成宇委屈的道。楚风三人闲聊之间，也是很快来到了燃麦村。燃麦村早就无人居住了，甚至连曾经的房屋都随着时间推移而风化了，如今就是一片荒凉的山沟子。不过现在燃麦村的热闹程度，恐怕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没有几个地方能比。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9天之巅。此次9天之巅与以往不同，整个浩瀚修武界小辈都有机会参加，并且榜单直接公布。而如今又是神之时代，可能此次榜单最终留名者，日后就是浩瀚修武界的顶梁柱。所有人都想见证这一盛世，可实际上在燃麦村的位置也看不到传说中的9天之巅，只能看到一座宫殿漂浮在燃麦村的上空。这座宫殿造型奇特，高达1万米，形状似塔非塔，但只是大门就高达9000米。此宫殿虽是浮空，但距离地面也不过100米距离。之所以浮空，似乎只是不想破坏此地的地貌罢了。好精妙的阵法，楚风一眼就看出此宫殿乃大阵所化，并且这阵法远超他的认知。还好有楚风兄弟你，不然真的来不及了。龙成宇感叹，宫殿上面有时间，时间到了，未能通过考核者都将被淘汰，无法进入9天之巅。而现在距离那时间也只剩下几个时辰而已，可里面的考核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所以都不敢大意。本来楚风和龙成宇都是可以直接登上9天之巅的，但因为楚风与龙成宇当时没有回应邀请，所以丧失了这个机会。如今想登上9天之巅，也要参加考核。可就在他们三人准备进入那考核之地时，却有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刚好拦在了他们三人面前。他们三人可都是隐藏了身形的，而那位的出现明显不是巧合，而是为了拦他们而来。见此一幕，龙成宇和龙木西皆是目露警戒，第一时间便亮出兵刃，释放出了气息。张兄，可看到那位？楚风却丝毫不慌，因为这位楚风认得
乃是张英雄，你们认识？龙成宇问。认识。楚风点头，而张英雄则是直接走到了龙木溪面前，客气的施以一礼。这位姑娘便是龙木溪吗？长得真好看啊，不愧是图腾龙族的千金大小姐。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叫做张英雄，与楚风兄弟乃是生死之交。张英雄咧嘴一笑，那叫一个殷勤。而龙成宇却是双眼微眯，面露不爽，不由得看向了楚风一眼，那个眼神仿佛在说，这个家伙什么来头？要说名气，他龙成宇那早就名扬浩瀚修武界，结果这个家伙竟然无视了他，反而对他的姐姐大献殷勤，莫非是个色狼不成？张兄，你是来找我的？楚风问。对，楚风兄弟，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张英雄这才走到楚风身前，且此话说完，看向了龙木溪与龙成宇一眼，你们两个先去参加考核吧，有什么事你直说便是。我与楚风兄弟一同进去。龙成宇说道。你与楚风比什么？再耽误一个时辰，他也能通过考核，但你可不一定，抓紧吧，免得错过这次机会。张英雄催促道。相比于对待龙木溪，他对待龙成宇不仅没有殷勤，反而有些不客气。你什么意思？就算我不如楚风兄弟，也绝对比你强，不服咱们比试比试。龙成宇本就是自负之人，他只是对楚风客气，其他人他真不放在眼里，哪怕知道这张英雄应该不简单，可此人如此态度，龙成宇忍不下去了。可忽然一股威压从天而降，龙成宇便动弹不得。七品半神，那是七品半神的威压，可恶！此刻龙成宇满眼的愤怒，他如今修为也有增进，达到了6品半神，并且他催动龙族血脉是能够提升修为的。这张英雄的修为虽强，的确让他意外，可他只要提升修为也并不惧怕。可偏偏张英雄这威压很是特别，在这威压束缚下，他竟没办法提升修为，那种感觉就像是来自血脉的压制一般，只是一道威压就已经定了胜负。龙成宇，若不是看在楚风兄弟面子上，你已经死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吃什么长大的吗？别说你区图腾龙族，就算真龙在我面前也不算什么。张英雄一脸鄙夷地看着龙成宇，你有本事放开我，咱们光明正大的交手。龙成宇咬牙切齿，青筋暴起，一脸不服。你是敬酒不吃？张英雄剑眉倒竖，眼神也是有了变化。下一刻那威压有了变化，龙成宇顿时面露痛苦。张兄，见状，楚风赶忙开口。见他开口，张英雄倒是立刻收起了威压。至于龙成宇，虽是满面怒意，一脸不服，可他现在根本没办法出手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非常的虚弱。若不是龙木溪上前搀扶，他将直接瘫坐在地上。记住，做人别太狂，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张英雄此话说完，看向楚风，顿时大嘴一咧，露出笑容。放心，他过会就会恢复，不会影响他参加考核。这个态度和对待龙成宇简直天壤之别。这也让楚风明白，张英雄并非对所有人都客气，但他绝对有自负的本钱。先不说龙成宇他们三人的隐藏手段能够瞒过那么多高手，但却瞒不住张英雄。只说其本身，这实力也足够强大，7品半神，身为小辈，足以傲视群雄。毕竟楚风才3品半神，只说那道威压就非同寻常，竟让龙成宇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但楚风还是有些担心龙成宇，于是为其诊断伤势。当发现他只是血脉紊乱，但很快就会恢复后，才放下心来。成宇兄，木溪，你们先去参加考核吧，不用等我，咱们9天之间见。楚风说道。不行，我要教训他。可龙成宇却恶狠狠地盯着张英雄。怎么不服？张英雄问。当然不服。龙成宇道。别逞强了，走吧。龙木溪赶忙劝道。其实张英雄欺负他弟弟，他也有怒气，但张英雄毕竟是楚风朋友，况且是他弟弟先叫嚣的，他才忍下来。不然以龙木溪的性格，哪怕知道对方不能惹，他也不会惧怕。不是他偷袭，我会输他。可龙成宇却依然不肯离开，他咽不下这口气。张英雄没说话，但一直盯着龙成宇，目露寒光。这样的眼神，若是龙成宇真的敢冲过来，张英雄再出手，可能真就不会手下留情了。张兄，眼见不对，楚风赶忙开口。其实他最为难，毕竟两边都是朋友。楚风兄弟，我懂，不让你为难。张英雄此话说完，对龙成宇道。龙兄，抱歉，是我刚刚过火了，别和我一般见识。他竟直接道歉了，不仅面带笑容，还诚意满满，这让龙成宇顿时愣住了。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况且他也清楚对方不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给楚风面子。张英雄都给楚风面子了，他若继续纠缠，那显然就不够意思了。算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龙成宇道。旋即便看向楚风。楚风兄弟，真不用我们等你。不用，你们先去吧，9天之巅见。楚风道。那好。龙成宇点头。于是龙成宇便与龙木溪率先去参加考核。此地只剩下了楚风与张英雄2个人。张兄，你找我何事？楚风对张英雄问。楚风，我要走了，走之前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张英雄道。要去哪？楚风问。第9道天河。张英雄道。太古神域。对于第9道天河，楚风自然有所耳闻，那是一个进去就出不来的地方，没人知道那里究竟什么样。有人说那里是修武圣地，正因为太过美好，进去的人便不愿回来，因此称那里为太古神域。也有人说那里乃是人间炼狱，进去了就要死，所以也有人称那里为太古炼狱。对，就是那里。张英雄道。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吗？楚风问。有些人而言是神域，有些人而言是炼狱，所以传闻倒也贴切。究竟如何，我也不清楚，我没进去过，但那是你我迟早都要前往的地方。张英雄道。此话怎讲？楚风问。你知道为何时代初期的那些强者都会进入第9道天河吗？张英雄问。为何？楚风问。浩瀚修武界，
用来打好修武基础是不错的地方，但若想要有所增进，就必须进入第9道天河。远古末期，修武界格局发生过变化，导致更多的天地能量汇集于第9道天河，因此第9道天河的天地能量远非其他天河可比。虽说其他天河的天地能量用来修炼到真神境也是完全够了，可若想突破到天神境，则是极难。这个时代初期，远古遗留下的天才地宝较多，那个时代的强者可以依靠那些天才地宝弥补天地能量不足，所以时代初期天神境强者和天龙界灵师还是不少的。但天才地宝终究有限，随着不断消耗，便也导致后面天神境强者以及天龙界灵师越来越少。时代初期那些顶尖强者，哪怕不知第9道天河到底是怎样的，可为了日后发展，也都纷纷前往第9道天河。虽然只是猜测，但他们的选择其实是正确的，的确只有那里才能让他们进步。张英雄道，其实关于这种猜测，楚风不是第一次听说，但那毕竟只是猜测，而张英雄则是给出了准确的答复。你可知为何进入第9道天河便无法出来？是与远古末期格局变化有关。楚风问。也许吧，我也不清楚，但暂时进去无法出来乃是事实，但也无妨。你进去的时候把你亲朋好友都带进去不就行了？不过你现在应该不会去那里吧？张英雄问。是，我要先将我母亲救出来。楚风道。听到楚风说起母亲，张英雄欲言又止。怎么了？楚风问。没事，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张英雄道。一定会再见。楚风觉得若张英雄所言属实，他日后的提升也必然受限，那个时候若想增进，也必然是要进入第9道天河的。对了，你说心愿未了，是什么事？我能帮到你吗？楚风问。你当然可以，因为这个心愿与你有关。楚风，我想与你切磋一下。张英雄道。与我切磋？现在？楚风问。对，现在。张英雄点头。你不去9天之巅了？楚风问。不去了，反正这里也只有你有资格与我一战。张英雄道。我现在可不是你对手。楚风苦笑。张英雄没有说话，而是手掌摊开，一个特殊球体浮现，那是一道特殊的阵法，阵法内自成一方世界，且具有限制能力，并且楚风注意到阵法内还有着2把特殊的剑，是木头制作的，但却很特别。进入此阵，你我修为相同，不用武技，不用秘技，不用任何手段，使用相同兵器，来场切磋1个时辰，此阵消散。若1个时辰内未分胜负，你我便是平手。张英雄道。行。楚风点头，他知道之前交手张英雄有所隐藏，他也想见识一下张英雄真正的实力。张英雄微微一笑，掌心一翻，球体扩散。下一刻，楚风与张英雄都进入了球体内的世界之中，2把剑分别飘在了2人身前。此时2人的修为和气息都是展露无遗，楚风能感觉到在阵法限制下，他们2人不仅现在修为都定格了1品半神，就连战力也是相同的，若想分胜负，只能凭借战斗经验和技巧了。楚风兄弟，可不要有所保留，不然我会有遗憾。张英雄道。你也一样。楚风道。放心，我会尽全力，这是对你的尊重。张英雄原本面带淡淡笑意，可下一刻面容凝重，眼露寒光，只见一道流光掠过，他竟瞬息之间来到楚风身前，手中木剑直刺楚风心脏。可他很快便改变了剑势，因为他发现楚风手中的木剑也向他的心脏刺来，他若不改变剑势，就算刺中楚风，他也要完蛋。于是剑势一转，将楚风刺来的木剑挡开。可楚风脚下步伐变化的同时，木剑顺势而动，一个转身扫向张英雄的脖颈。张英雄被楚风的凌厉的攻势吓到了，闪躲之后脚步后退，想跳出战圈，可楚风却察觉到了他的意图，快速的跟进，根本不给他逃脱的机会。眼见着逃无可逃，张英雄反而放声大笑，哈哈，爽！不愧是楚风兄弟。眼见楚风不给他机会，张英雄干脆不躲，而是反攻而来。这一剑霸道非凡，速度、力量、角度都达到了极致。看到这一剑，楚风便知道张英雄认真了。这一剑与之前不同，他开始使用一种特殊的剑法，尤其是反击这一剑极其刚猛，哪怕楚风也不想硬刚，而是选择收剑抵挡。可张英雄却不给楚风反击的机会，一击不成，剑影再起，攻势接连而至，剑影漫天，如狂风暴雨，不断砸向楚风，只要砸中一下，那都是致命的。不过瞬息之间，楚风便丧失优势，变为被动。可楚风不仅不慌，反而内心兴奋，强大，足够强大的对手，这正是楚风渴望的对手。张英雄的攻势虽然凶猛，可却尽数被楚风挡下，根本无法伤到楚风。楚风虽然没啥，但张英雄心里则泛起了嘀咕，因为他自己清楚，他的剑法可不寻常，而是太古时期流出下来的剑法，每招每式都需要极其高超的技巧才能完成。此剑法门槛之高，哪怕一个剑士寻的天才，此生都难以掌握。哪怕他已经完全掌握这套剑法，可因难度太高，他施展起来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因此他轻易不用。可只要用了，便无需多久，对手就将溃败。可楚风没有，根本没有溃败的迹象。哪怕张英雄攻势看似凶猛，可唯有他清楚，他的所有攻势都像是被楚风看透了一样，甚至有时候他的剑还未完全攻出，楚风手中的剑就已经向防守的方向布局。他预判到了我的攻势。张英雄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攻势虽然巧妙却凶猛，看似不给对方喘息机会，但楚风应该是预判到了他的攻势，不然不能抵挡得如此完美。这样下去，他根本无法击败楚风。于是他准备改变节奏，以这种方式打乱楚风的节奏。糟了，可他进攻节奏刚有所变化，原本应当防御的楚风，则是一剑向他刺了过来，并且楚风的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招招致命，根本不给张英雄反击的机会，只能被动防守，连连后退。怎么会这样？难道他甚至预判到了
我会变化节奏，就只在等待我出现这个破绽，发动反击。张英雄起初只是怀疑，但很快便确定了这一点。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是巧合，可楚风的攻势如此严密，让他明白这绝对不是巧合，还是小瞧楚风了呀。张英雄开始苦恼要如何战胜楚风。至于楚风，他的攻势虽然同样凶猛，但却也都被张英雄尽数挡下。而一番交战下来，楚风发现张英雄的防守与自己不同，自己能够挡下张英雄的攻势，凭借的是敏锐的观察和以往交手的经验，他能预判出张英雄的剑会从哪个方向，以哪种形式对自己攻来。但张英雄不是，张英雄是凭借一种玄妙的防御手段，只要这手段在，且不大意的话，就能挡下所有攻势。一种极其玄妙的剑法，攻防兼备。这样玄妙的剑法，楚风从未见过，甚至玄妙到楚风的观察力都难以模仿。这让楚风越发确定，想要击败张英雄绝非易事。这方世界上方，一位身背斧头的男子立于星空之中，宋长生。宋长生此时的目光所凝聚的地方，恰好是楚风与张英雄所在的地方。哪怕有特殊的隐藏之力，可却也难以阻挡他的目光。竟有后生能与楚风难解难分。宋长生越看越意外，哪怕是他也不由发出感叹：看后辈交手，可有感觉自己老了？可忽然一道老者声音自宋长生身后响起，回头观望，宋长生却目露笑意，赶忙施以一礼：前辈。而这位来者乃是张英雄的师尊。张英雄师尊笑着摆了摆手：无需多礼，好久没有见到前辈了，9天之巅竟将前辈也吸引来了。宋长生感叹道：他向来待人冷漠，可面对张英雄师尊，不仅面露笑容，更是尽显敬意。我是陪我弟子来的。张英雄师尊道：您的弟子？听闻此话，宋长生猛然反应过来，不由道：难道就是那位？是，就是与楚风交手那位。张英雄师尊道：原来是前辈的弟子，难怪。得知张英雄乃这位弟子，他也就不意外，张英雄会有如此实力了。张英雄师尊笑了笑，旋即道：魂之物焰还未彻底掌握吗？晚辈愚钝，还未能完全掌握。宋长生道：你的天赋迟早的事，其实今日见你，是有一件事与你商量。张英雄师尊道：前辈，晚辈能有今日，全靠前辈。您对晚辈的恩情，晚辈此生不会忘。您有事需要晚辈的话，尽管吩咐便是，无需商量。宋长生道：爷，你能有今日成就，全凭自己本事，与老夫关系不大。不过有一件事，的确可能需要麻烦到你。我要进入第9道天河，你也知道，目前第9道天河，只要进去便无法出来，而我等一下便要走，不然可能会错过一些时机。可我推算，此次9天之巅位于此处，应该并不简单。我怕若真的有不凡力量出世，会惊动一些存在。张英雄师尊道：前辈所说的不凡力量，莫非？宋长生想到了一个可能，就是你所想的。张英雄师尊道：听闻此话，宋长生也是神色凝重，双目睁圆，不由问道：终于出现了吗？也不确定，但若出现，定会有一些存在争夺。若是后辈争锋，谁能得到，那便是谁的本事。但若老一辈插手，则有失公允。长生，我知道你不爱多管闲事，但此次不同，我希望9天之巅能顺利举办。张英雄师尊说道：前辈所托，长生定会完成。宋长生道：但愿不会有人捣乱。张英雄师尊说道：楚风与张英雄的交手一直持续了1个时辰，也是未分胜负，伴随结界之力消散，二人手中木剑不见，也从阵法世界内回到现实。二人皆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这看似简单的交手，却让他们二人消耗极大，因为对手太强，都不敢有丝毫大意，稍微大意一点都将导致失败。但高度的精神集中，其实消耗是极大的。尽管身心俱疲，可两人的脸上却都是挂着一抹笑容。尽管胜负未分，但此次交手畅快淋漓。楚风兄弟，你真是怪物。张英雄叹道：我若是怪物，那你也是。楚风道：这1个时辰的交手，他亲身感受到了张英雄的强大，不仅有着足够的实战经验，并且还有着极强的应对思维。当然，张英雄那剑法当真玄妙，这是他的资源，但这也是他的本事。下一次再与你切磋，估计就是太古神域了。那个时候估计不用这阵法，你应该能以自身修为与我交手了。张英雄道：希望。楚风叹道：他也希望凭借自身修为和手段来与张英雄交手，那样才是真正的公平。这个给你。张英雄说话间，手指对着楚风一指，一道光芒钻入了楚风体内。楚风低头一看，一道特殊的图案印在了楚风的胸口，但很快消失不见。肉身看不到，灵魂也看不到，但他能感应到，不过也只能感应到那图案，那里面似乎蕴藏着什么东西，但楚风看不出是什么。于是抬头看向张英雄：这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师尊让我给你的，时机成熟，自然知晓。张英雄道：真好奇，你师尊到底是何方神圣？楚风道：你会知晓的，我师尊很看好你。说话间，张英雄走到楚风身前，竟伸手按在了楚风胸口那吞天麒麟所化作的徽章之上。记住，别耍花样，我这兄弟你惹不起，他若出现意外，你必死。这句话是对吞天麒麟说的。他竟然知道楚风那徽章是吞天麒麟所化，但对此楚风也并不意外了。张英雄的师尊神通广大，他知晓任何事，楚风都不意外。警告了吞天麒麟后，张英雄看向楚风，抱拳施礼：楚风兄弟，我先行一步。太古神玉剑，太古神玉剑。楚风也是回以一礼，旋即张英雄便捏动法诀，一股传送之力覆盖他。可他并未直接离开，而是犹豫了一下后看向楚风：楚风兄弟，面对7界圣府，你小心一些，包括你那个外公，他与7界圣府都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此话说完，他便直接离开了。至于楚风则是陷入沉思，7界圣府不简单，他已知晓。
可7届圣府府主也不简单。楚风觉得自己还是要注意，毕竟张英雄师尊利奥的，他给予的消息定然也非空穴来风。此刻，张英雄回到了那艘小船上，而他的师尊也早就在此等候。可张英雄却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整个人变得异常虚弱。受伤了？齐师尊问。没有，高度集中，消耗太大。张英雄笑道。楚风给你的感觉如何？齐师尊问。继续下去，我可能会输。张英雄道。知道就好，免得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齐师尊此话说完，那艘小船已经移动，以极快的速度向第9道天河的方向飞掠而去。师尊，第9道天河内的小辈是不是更强？张英雄问。不一定，也许最强的你已经见过了，你可千万别小看汇集于9天之巅的同辈，他们之中也许不止楚风一个不弱于你。张英雄师尊道。张英雄先是惊讶，旋即露出一抹期待的笑容，那反而更有趣。至于楚风，稍微调整一下，也是踏入那座考核之地，刚刚踏入那奇特的宫殿大门，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束缚住了楚风。那力量先是将楚风的隐藏手段破除，紧接着那力量便开始进入楚风体内，攻击楚风的灵魂。这应该是第一重考验，若是无法承受住，便将会被直接淘汰。换作是平常，这样的考验根本难不住楚风，甚至没啥感觉。但是刚刚与张英雄交战，足足1个时辰的超高度精神集中，也使得他非常的虚弱。这种状态下，在经历这样的阵法力量，楚风也是感觉有些折磨。但是好在楚风还是承受住了这股力量。当那力量消失时，楚风发现他在一座山脉之中，但这里可不仅一片山脉，这里很大。进入这里的第一感觉，这里不仅大，也很复杂。想要通过考核有些难度，尤其虚空之上还有着时间，那是考核时间的提示，距离考核结束已经没多久了，而周围根本看不到人。想要参加这9天之巅的，早就第一时间进来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进来了。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进来根本不可能通过考核。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楚风，他所剩的时间不多，必须抓紧了。可楚风太虚弱了，好不容易调整好的状态，经过刚刚的阵法洗礼，又有些消耗。这样的楚风，观察力各个方面都大幅度下滑，所以并没有直接前行，而是取出一颗丹药，坐在地上，准备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谁？可忽然，楚风察觉到有人靠近，于是立刻起身。很快，数道身影出现在了远处，并且很快靠近楚风，呈包围之势将楚风围住。